今天呢，给大家抢先试驾一款新车，智界新 S7。别的车企都是3年改一款啊，这奇瑞跟华为强联手就是不一样，1年改3款。看看这个2025款智界新 S7全新的配色，有点蒂芙尼蓝的感觉，看起来还是挺小清新的，比较适合年轻人。然后我们今天拿到了这台试驾车呢，它是顶配 Ultra 4驱长续航版。那我们今天就不再浅尝辄止了，而是全面深度的来体验一下这台智界新 S7，看看用到了华为全新智驾 ADAS 3.0之后，它的智驾表现如何，充电速度快不快，100公里的电耗是高是低，舒适性配置呢又有哪些升级？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上大家最感兴趣的智驾部分。那我们首先就来体验一下智驾部分，先和大家说明一下，这台智界新 S7呢，除了入门款是最基础的纯视觉智驾方案之外，其他的3个配置的话，它是都有192线束的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最新的 ADAS 3.0智驾系统。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台顶配肯定是 ADAS 3.0了，然后我们今天要走的这一段全程路段大概在10公里左右，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经过一些闹市区，还有一些窄道啊、巷道啊，整体的路况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对于这一台车也是有一定的考验的。那我们就出发吧，开始导航。好，然后前面已经显示了灰色的那个前进的标志，说明我可以开启智驾了。开启。智驾领航已经激活了，我们就整体来体验一下。哇，这个速度好快啊，好激进一个。过弯了啊，右转，把速度降下来了。这个右转方向打的还是挺丝滑的。因为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左转了嘛，它有一个提前左转的一个动作，然后它会提前大概400米到500米左右就会开始提前左转。哇，这一步也还可以啊！刚才前面人行横道的话，有一个外卖小哥从前面窜过来了，他刹车了。这是前方有慢车。前方有慢车，变道，这是变道超车。因为我左侧的快车道呢，前面的车太慢了，它直接变到中间车道，加速超车。这个跟车的距离保持的也挺适中的，然后跟车的这个刹车动作呢也比较柔和，它不是那种急刹，不会给你来一个一脚刹车。尤其是刚才我们在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前方正好有一个外卖小哥穿过来，他会做了一个刹车动作，但是这个刹车动作呢不是那种急刹哈，基本上是点刹那种感觉。他把40的时速呢降到20左右，等外卖小哥过了之后呢，他又提速过去了，所以整体的动作还是比较丝滑的。桥上有非机动车啊，非机动在的行驶，主动的话变道超车了。好，前面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拥堵，浅黄色的拥堵路段，车流量比现在要大一点，看它会怎么样去应对。好，这一段路况要稍微复杂一点了，有非机动车，还有人行横穿马路，然后旁边车流量也增大了啊，可以。刚才为了礼让行人，它有一个刹停的动作，旁边的小车要变道，然后它也会有一个刹停，有一个刹车的动作，没有完全刹停下来。这段路确实车流量大了不少啊。好，前面是比较难走的一段路了，因为前面是一段巷道，然后非机动车呢是比较多的，旁边还有违停的车辆，它主动避让了。哇，这个有点难度提升了至少2个等级啊！两侧都是违停的车辆，然后还有很多非机动车啊，看看它有怎样的表现。
在这它还敢提速，我的天哪！哇！这个华为的智驾真的是比较激进啊！刚才那个感觉有点视野盲区，要是我正常开的话是不太敢提速的，但是它提速了。然后这一段路呢，其实路况是相当复杂，旁边两侧都是违停的车辆，还有很多非机动车。实际上这两侧并不是标准的车行道了，它基本上是压着这个中间的虚线在走。你看，很多非机动车就窜来窜去的，这个表现还可以了。那智驾部分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全程差不多行驶了有20多分钟的市区路段，因为已经过了早高峰的时间段了嘛，车流量呢减少了，所以整体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最大的难点和考点就是我们最后的那一段城市的巷道两侧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横穿的行人呢，整体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它的表现呢还算不错啊。总结下来，这台智界新 S7 它搭载的 ADAS 3.0有2个特点，第一就是整体的表现不算保守，相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点激进了，特别是刚才左转加速的那个动作，因为从我驾驶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内侧前面是盲区的，可能 ADAS 3.0通过它的激光雷达判断前面是没有行人没有非机动车的，所以它有一个加速的动作，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还是比较激进的。第二呢，就是整体的操作动作，像左转、右转，还有加速超车，还有旁边规避违停车辆，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的老司机，比较的丝滑的。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整体的表现如果是1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8分吧。好了，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一台智界新 S7 它的充电和补能速度究竟快不快。因为这一台车呢，它是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它的充电速度理论上是很快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它的充电速度究竟怎么样了。好了，这一台车的电量呢已经充满了，我们从35%的电量充到100%的电量，一共是用时47分钟啊。这台车充电的过程中呢，有几个特点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就是它的响应速度很快，当我们把充电枪插进去之后呢，1到2秒吧，它的功率就来到了170千瓦左右，隔了大概再过几秒钟哈，它直接来到了峰值功率190千瓦到200千瓦之间。说实话，这个充电功率在我所有测试的800伏新能源车里面并不是最快的，像之前的小米SU7和极氪007，它的峰值功率都可以达到200千瓦以上。当然，今天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就在我们隔壁呢是有一辆其他的新能源车分了一定的功率出去，可能这个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这一台智界新 S7 它有2个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的优势啊，首先就是它的功率是比较稳定的，当我们的充电范围在35%到80%之间啊，它的充电功率基本上都维持在180千瓦到200千瓦之间啊，这个功率很稳定，上下波动很小，不像我们之前测小米SU7或者极氪007的时候，它可能会降到150千瓦甚至140千瓦左右啊，所以它在35%到80%这个范围之内呢，依然充电速度很快，只用了17分钟就补能到80%了。第二呢，就是这一台车当它的电量达到80%以上之后，我们都知道，为了保护电池嘛，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达到80%以上之后呢，功率下降的很快。这台车功率也下降了，但是它基本上可以维持在100千瓦左右，直到90%的电量以后呢，它才降到100千瓦以内，所以这个充电速度也是相当快的。总结一下就是2大优势嘛，第一就是它的充电功率很稳定，第二呢就是当你的电量来到80%以后呢，它依然可以维持一个较高水平的充电功率，所以这一点还是值得好评的。那已经100%的电量，我们就顺带测一下这台智界新 S7 它的100公里电耗究竟怎么样。测试方法呢，就是现在我们小计里程清零，然后跑100公里左右啊，再一次补能到100%，看看它需要充多少电，也就是它对应的100公里电耗啊。那我们出发吧。
好，那就先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测试的条件。车里面是坐了2个成年人，除了我之外呢，后排还有我们拍摄小哥。我们全程会开启空调，温度24度，风速2档，调到舒适模式，动能回收呢也是标准。另外，我们全程会跑差不多100公里左右，包括70%的国道、省道、乡道，还有30%的高速。以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用车的工况来看看这一台智界新 S7它比较真实的与参考意义的这个电耗水平。另外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测试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就是下雨了，而且雨还挺大的，对于整车的风阻，对于它的电耗呢都是有一定的影响。那就看这一台智界新 S7会有怎样的表现了。好了，和大家来聊聊这一台智界 S7。它的驾控体验开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是一台非常标准的智界品牌的车啊。哪怕我是遮住 logo， 除了可以通过前面标志性的橄榄方向盘来判定它是智界车之外，还有2个关键的特质啊，一个是稳，另外一个是硬。我觉得这2个词已经印刻到智界品牌的 DNA 里面去了。怎么去理解呢？第一个，这个硬啊，它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座椅啊，是偏硬的那种。我们印象中的新能源车是要给到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让你一坐进去呢，有那种大沙发的柔软感，让你陷进去。但是这一台智界 S7啊，它没有，不管是新款的智界 S7啊，还是之前的老款，又或是智驾 R7，它的座椅都是属于偏硬的那一种啊，特别是前排座椅啊。但是它的座椅支撑性和包裹性呢，做的也还不错啊。第2个硬体现在它的加速踏板、油门踏板和方向盘的转向助力上啊，比同级的新能源车还是属于硬的那一种啊。然后第3个硬体现在它的悬架、它的底盘上，一方面呢，对大小颠簸的过滤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又可以让你清晰感受到路感。另外一方面，当我以较高的时速在过弯的时候呢，你可以很有信心，它的悬架呢能够拉住车身。当然了，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硬呢，它并不是贬义词，相反，对于热爱驾驶的人来说啊，这个硬是褒义的，是很纯粹的，它是那种运动的属性，让你开起来很爽的那一类。特别是我们这一台4驱 Ultra 版本啊，顶配它是给到了空气悬架的。当我把悬架调到最低，开启运动加模式的时候，那就开起来更爽了。第2个关键词稳，同样和它的悬架和它的底盘是有关的。我在给我减速带的时候呢，车身姿态控制的是比较好的，同时当我紧急变线的时候啊，这一台车它的车身姿态同样控制的比较好。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时速60左右啊，来紧急变线一下。后面也没有车，看到了吗？车身很稳，我觉得这一点做的真的是挺好的。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这一台智界新 S7啊，还是属于那种偏运动属性的调教，开起来很爽。最终小 G 里程一共行驶了100.5公里，剩余电量84%。当我们到第3方充电站再次补能至100%，充电16.048度电，换算下来100公里电耗在16度电左右，比官方数值确实高一点，但考虑到今天的大雨和湿泞路面的阻力也能接受了。当然了，这个数值嘛，只做参考。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智界新 S7它配置上的升级啊。首先，它的指导价呢最高是降了3万。妥妥的降价增配啊！当然，有的网友说它的电池变成了江苏时代是减配，但实际上江苏时代呢是宁德时代的全资子公司，电池是一样的，只是生产地不一样了。其次呢，就是它的入门款是降了2万，也就是说你现在22万9800就可以买到智界新 S7了，消费门槛更低了。说实话，真的挺香的。重点是这一台车它的中配26.98万起啊，之前你需要花2万5选装的科技舒享包和零重力座椅呢，除了入门款现在已经成为标配了，多了女王座椅、零重力座椅，前排呢是有座椅的通风和按摩功能，第2排呢是多了座椅的通风和加热功能，还有老板界扬声器呢从之前的15个升级到了17个，还标配了后排的隐私玻璃、电吸门，并且给到了车内的净化器以及香氛系统，配置是基本上给你全面拉满了，说实话还是挺香的。经过这2天全面深度的体验，我觉得可以给这一台智界新 S7下结论了。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台偏运动属性的新能源轿车，好开、灵活、操控好，底盘呢也挺扎实的。当然，这一台车的灵魂当然是华为 A3.0 的智驾了。从我今天的实测来看啊，
一般的路况它基本上都是可以应对的。然后给我最大的惊喜是这台车充电速度真的是挺快的，100公里电耗呢也在预期范围之内。所以你们对于这台智界新 S7满意吗？